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阪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。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1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玩意儿。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喜欢在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理由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了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感觉是那样嚼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挤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。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当然还是沙拉。下个菜，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这个时候来一口白桃味的元气森林真的太解腻了，气泡很足也很清爽，白桃味很浓郁，但又不会很甜腻。像平时吃烤肉搭配这种气泡水，中和油腻，烤肉才会越吃越香。好，来继续吃肉，这是一块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膈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就是肉翡翠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喝牛汤，这个就是喝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那个腥腥的味道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，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，带着肉香的米饭，中国味一下会被满足。它这个还是零糖零脂零卡，而且还没有防腐剂，减肥也可以喝得快乐水。吃烤肉来瓶白桃味的元气森林真的很解腻，而且马上夏天了嘛，感觉家里还可以囤点。接着就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，下面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，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它是非常柔和的味道。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的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。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和
和牛三明治，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位就是没吃饱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啊，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，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，无语。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卡塞的感觉。哎，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。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，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2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是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2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，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2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的肉就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开。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，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。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？岂有此理啊！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拿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。这太扎实了，太爽了。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。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，是嫩的，我靠。龟苓膏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带上家伙出门。今天我们来的是蓝青山的一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，这店也藏得够深，高情商，注重隐私。我老板没钱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。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。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，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，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，所以吃起来还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，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。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，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，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？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。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，它吃起来其实很像奶油蘑菇意面。怎么还有前菜？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的感觉，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，里面混杂了些很有嚼感的菜和海苔，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。突然想起之前很多人说我长圆了，所以我最近真的开始注意了，饭前多了一个准备步骤，开始吃这个国内的热疗白芸豆咀嚼片。像平时吃的和牛啊、寿喜烧还有烧鸟寿司拉面这些东西又油腻碳水还很多，但日本妹子一样皮肤好身材好，他们也会吃类似的这种咀嚼片，这个就是吃大菜没负担的秘密。它有3个口味都挺好吃，就装兜里很方便，也不会忘记。我现在旅游也会带着，有需要的粉丝可以试试。好，来继续吃饭。第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，就这一块的肉质它一般会非常的软嫩，因为它肉瘦纤维短，所以这一块的肉一般是厚切，吃起来会比较滑嫩，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。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，你也可以叫它牛五花。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很容易烤干，但它吃起来就贼香。我感觉我牙齿都没用力，甚至你把它吞了，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。完了之后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。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的巨厚，但你其实一口咬下去，你的齿感会很轻松。它是那种脂肪
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很嫩的里脊肉，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，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，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，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。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了一碗汤，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，怎么说呢？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，不过用的牛腿肉比较肥，所以脂肪里的奶香已经渗到了汤里。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调，味道很鲜。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，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糊？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，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。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，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，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，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。烤完之后切好摆盘，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：脆弹。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，它嚼起来的质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，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，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，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，剁椒牛肉的感觉。吃完这个确实很腻，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。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，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。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，汁水比较少，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，再配着旁边的酸酱，油香也不会腻人，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。油香酸甜。接着是酱香牛腿肉，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，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，但我就想你给我端个生鸡蛋来，我想吃碳水。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，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，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，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，得劲儿。这可能是最贵的饭团了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，超浓的奶香，而且推荐指数8.5分。这家店居然在烤和牛里面包了一整个生蚝。这什么神仙搭配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为什么我没想到？今天这家店应该算是一家创意烤肉。然后看它官网的那个图片，我就已经馋得不行了。就长了一个豆，非常帅啊！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第一个前菜是香肠火腿午餐肉，但是午餐肉除了煮火锅还有别的吃法吗？第二个是2片熏制的香肠，第三个很好吃，它就是那种吃进去是火腿的味道，但它其实是午餐肉，心机的撒了一点黑胡椒。然后还有一个小菜是番茄牛腩，我发现这种番茄的酸甜味能够瞬间把你的胃唤醒，感觉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吃牛战士。我们的第一盘肉也端上来了，像这种店一般都不会让顾客自己烤，师傅先是刷了一层牛油，然后烤上了我们家的第一盘也是唯一的一盘五花肉，听着五花肉冒油的声音就很解压。它烤的这块其实是比较偏瘦的五花肉，师傅烤的刚刚好，所以嚼起来很有劲道。接下来就是牛肉的部分了，这里面最好的是下面的那块肉，就是大腿连接肚子的那块肉，非常小的那个区域，所以它很少也很贵。师傅说可以配上这种专门用来蘸牛肉的酱油，滴上几滴就可以吃了。它吃起来其实很扎实，但是又很有弹性，这就是稀少部位带来的快乐。不过看到这个价格还是羡慕国内的你们，还可以用骑士卡。上次回国用它吃海底捞，双人餐才160，上支付宝搜索骑士卡就能免费领一张，而且点外卖7折起，每天免费领最高66块的红包，点喜茶、可可奶茶也是7折起，还能领奈雪5元代金券，现在点评论区就可以领取啦。好啦，说回下一个肉，就是这块超大的里脊肉。这块肉的脂肪很少，然后师傅把它烤得特别的软，所以我就好奇的问了一下师傅，为什么我们自己烤肉烤不到这么好？师傅就拿出了他的一个笔记本，上面的笔记真的是特别的可爱，什么烤肉的水风船理论，算了，我估计学不会。你们看他这个色泽，这个必须承认，这太有差距了。对了，如果你是那种吃烤肉特别容易腻的人，你其实可以在上面加一点山葵。这样你吃10坨都不会腻，蘸一点盐也很香。接下来这个是牛的横膈膜肉，比较常见的一个部位，一个字总结就是甜，这个也可以加一点刚才那个酱油，肉质香甜还是挺不错的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，看到这个正在慢慢变鼓的肉包子了没？隔它1米远都能闻到喷出的海鲜味儿。和牛的油本来就很多，烤出来的油会把生蚝死死包住，摊开的一瞬间我都惊了，里面的生蚝还是一个稚嫩的状态。然后师傅会给每一块都单独滴上烤肉酱，全熟成的和牛加上饱满多汁的生蚝，甚至想写一篇满分作文来赞颂它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尝一口。哇，因为和牛的油水是甜的，所以它就能把生蚝衬托的特别的鲜美。这2个食材加在一块真的是神仙搭配。虽然很想再来一份，但这个他们家每天限定1盘，这个也要加一点山葵。接下来是这2个烤了很久的肉丸子，感觉它好像开局就在烤这个，不过成品确实还挺 Q 弹的，用筷子夹它也能感觉到那个反弹的力道。这个肉丸子的观感就是特别的扎实，你用它蘸酱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哦，你们看到它流的那个油了没？这就是专业的吧。然后是这个典型的 A5 和牛，每一面只能烤2-3秒的那种，看师傅慢慢卷肉的样子真的好舒服。然后会放到特制的蛋黄酱碟子里，这个碟子也是我没吃过的味道，应该是蛋黄液又加了什么调料，反正裹满酱汁，一口吸了。但是说实话哈，这种 A5 和牛真的太油了，吃个1-2片你觉得很香甜，但吃到第3片你会觉得下面要窜。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最后要加肉的时候，师傅会直接把肉端到你面前，一个肉一个肉的跟你讲解，感觉甚至还有种仪式感。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份主食是咖喱饭，感觉今天有点吃太多了，吃完甜品就赶紧回家躺着吧。焦糖鸡蛋布丁饶了我吧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
你们好奇吗？把牛排做到全美国公认第一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也没吃过，不过牛排不就是煎个肉吗？有什么好装的呀？今天这家餐厅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贵，它是在去年的年底登陆的东京，现在已经过了整整1年了，它还这么难约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去见识一下纽约名副其实的第一牛排馆 Peter Luger。他在过去的135年都被评为全美第一的牛排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好大的排面啊！他要是不好吃，我会把他骂死。我也是最近才预约上，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。他家在美国纽约有2家店，然后第3家开在了日本的东京，就在惠比寿那个地方，全日本最好的餐厅都在那儿。站在他家店门口，有一种莅临美国哪个富豪庄园的感觉。すみません。11時半予約した量です。有一说一，我还是头一回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吃饭，有一点点的拘谨。我们来看菜单吧，演示一下我们的紧张。上菜了，开始吧。他家的餐前面包会有好几种，我们选择了一个小法棍，但咱们就是说，它比法餐厅的法棍还要硬一点。小圆包就非常软了，不过面包只是为了引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家的秘制果味烤肉酱。正好我们的第一个主菜就端上来了，厚切培根。这个外貌其实不算特别惊艳，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表面还冒着油泡，好厚啊！我真的很爱厚切的猪肉，咬开最外面那层已经被烤得酥脆的皮之后，就能吃到里面比较软嫩的肉和油脂。它会稍微有点肥，但真的很香，空口吃2块会很腻，所以就要搭配旁边的烧烤梅子酱。厚切就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体验。下一盘的烤鱼就清爽多了，三文鱼搭配烤过的西兰花，还有几瓣柠檬，这也不得瘦死。美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实在，他们家这个三文鱼真的很出名，它会把里面的鱼肉烤得非常的嫩，你甚至用刀背轻轻一拨它就开了，一口吃进嘴里还没嚼，就嘴巴里就会充满鱼肉的鲜味，而且因为它温度刚刚好，里面的鱼肉吃起来会很有韧劲，鲜味感非常足。我还想再夸一下他们家这个酱，这个酱有卖的吗？然后接下来就是牛排了。但是对了，这不是最近苹果13降价了吗？我联合拼多多给大家整了一点粉丝福利，轻点了一批全新正品的苹果13手机，不用拉人拼单砍价，还支持全国联保，活动真实有效。我把优先抢的链接打包放在评论区了，大家直接点链接开抢，等啥双11？好啦，继续吃菜。在万众瞩目下迎来了今天的主角，牛排还在滋啦滋啦的时候就被端了上来。然后他们家不用选部位，只有剔骨，然后它一半是菲力，一半是纽约客，也是2种完全不同口感的肉。牛排也都是当天从美国空运过来，经过28天的干式熟成，且是美国最高等级的牛肉 USD Prime， 所以它在日本可以卖到4万多一盘。来吧，一起来品尝一下号称是纽约第一的牛排。第一口我们吃原汁原味的，因为是干式熟成，它已经过滤掉了多余的部分，所以嚼起来会很轻松，还完整的保留了肉里面最精华的汁水。烤的过程中应该只用了黄油和盐调味，就是进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肉很肥很厚实，接着是只有干式熟成才会有那个咸咸的汁水的味道。熟成的那个味道就是像鹿肉刚刚做好之后那个木材的味道，跟日本和牛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口感，它是那种外脆里嫩的感觉，就是最外面那层焦脆的肉真的太上头了，有点像川菜里面干煸过后的牛肉，让人特别上瘾。然后你咬下去又能感受到里面的肉的柔软和牛肉些许的脂肪，哇，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。他们家这个西兰花上面全是油，所以会觉得今天的蔬菜环节格外的轻松。剔骨左边的里脊肉吃起来会更柔软一些，相比刚才比较有弹力的菲力会更好嚼开，可能因为它牛肉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，就算是熟成之后你也能吃到牛肉里面那股奶香味。最后他们家没有甜品，但是会给你2个金币巧克力收尾，他就故意让你有一种做富豪的错觉，但他们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国内10块钱买一大兜。总的来说这家店我非常的满意，店里也很有历史感，有种百老汇老洋房的感觉，所以1分钱1分货，这么有名还是有道理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好贵啊！在日本和牛其实真的可以很便宜，之前那些很贵的店都是我骗你们的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在我打工的时候经常去的一家店，这里的5盘肉可能还没有高级烤肉店1盘贵。这家店它在中目黑，这里有一条非常可爱的街道，感觉千寻下一秒就要出来把我吃了。我感觉这个地方它充满了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气息。虽然在日本已经吃惯了生肉，但是你每去一个店都会解锁一种新的生吃方式。嗨，阿兹玛斯，生拌牛心，这一碗里面没有一个是熟的东西，吃起来其实就是下酒菜，但是它的肉香真的很醇厚，和吃肉排的部位很像，因为它的酱料盖过了内脏味，其实也有一点像生鱼片的感觉。一旦克服了这种恐惧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一盘很像韩国泡萝卜菜，牛不是有4个味吗？一般吃第一个味道会比较多，因为它很厚很有嚼劲，你就嚼吧，一嚼一个不吱声。这家调味是真的很好。接下来这一盘也是生的。薄切的牛心像是固体鸭血，这个比刚才更有牛心的味道呀。现在我的胃里啊，3盘菜全是生的，我像一个丧尸，它很像广州居居包里炖出来的猪肝儿。我真的很喜欢吃内脏的味道。今天我们点的第一盘熟肉是绞切牛舌，终于要吃点熟一点的东西了。烤得刚刚好的话会非常的入味，绞切吃起来就很像去了皮的菌根儿，柔中带脆，还可以挤出油水。第一次觉得绞切的可以这么好吃，而且其实我觉得相较于厚切跟薄切，这种绞切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，又咸又带一点点胡椒味。接着是横膈膜肉，它可以说是日式烤肉的代表菜，它是内脏肉，就是牛的
了胸腔和腹腔中间的肉，所以它其实是纯内脏和纯肉都无法对比的口感。和恶魔肉里面的汁水都是入了味儿的，它没有嚼劲儿，但就是强调一个水多。每一次的咀嚼，口腔和肉的缠绵都很有快感。他们家腌制肉的方法真的很特别。接着是烤牛心，它很难烤，你要烤到它的表面焦而不老，吃起来会有点像肉筋，很耐嚼，但是满嘴的肉感和内脏味又会让你很满足。它不是一种很脆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牛脸肉，它其实这个还挺贵的，就是一头牛身上只有1公斤哎，因为牛经常用到这块肉，所以这个肉很活，肉质非常的细嫩，而且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，很有胶质感，还不会塞牙。我觉得这肉可以撒点柠檬。接着是小肠，小肠烤起来就会很脆，嚼到里面牛油味才会出来。这家店对于内脏的调味，我可以给满分。然后是牛心管，吃起来很像超厚切的黄喉，但它其实是牛心脏中提取出来的大动脉管，你牙齿一咬就能把心管分成2半。然后是麻辣孜然味的牛肚，牛肚真的很好吃，就是又脆又软的迷人口感。牛大肠就不用说了，牛油口香糖，好吃但是很难嚼，薄切的牛舌就是要叠在一起吃。最后还来了一盘牛舌刺身卷，中间包裹着生脆的葱花，像是在嘴巴里面拌了一盘葱拌牛舌，里面是日式的那种香油葱酱的味道。我甚至觉得它很解腻，还送了我们一盘味增版的横膈膜，其实吃起来就是甜口的照烧。最后的主食是寿喜烧，想不到吧？这种平民烤肉店也会有烤肉寿喜烧，它这个有一种吃筛子牛肉的感觉，因为油水很多，一口下就像在喝牛汤一样。最后的冷面就是用来清新口气的，其实是我们点太多了。总的来说，他们家的牛肉品种虽然没有那么高端，但是每个部位很讲究，并且调味非常的合适，就会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。卡玩意儿，今天我震惊了，原来在家里烤和牛可以这么好吃，感觉自己在外面被骗了很多钱。你们看看过去的账单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过说回来，日本人敢把和牛卖这么贵，还不是仗着只有他们能卖，气死我了。正好最近很多餐厅都关门了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哼，今天我们就是要自己做，让这些餐厅都倒闭。锄禾日当午，烤肉最靠谱。吃烤肉首先需要一只柴犬，然后再是买和牛。超市的和牛分为很多种，买这种 A5 的就可以了，稀少部位也不错，价格在100块一盘，比外边便宜多了。结账的时候买了这么多，到家了先别慌，给锅刷上油，接着轻轻的铺上一片厚切的和牛牛舌。你们看这个粉嫩的感觉，它就是劲道与绵柔的化身。烤到这种边缘微微卷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味道最好的。千万不要烤得全熟，那样就会很硬。这个也是我在烤肉店偷学的，呵呵。然后是这种寿喜烧的肉，烤肉店一般没有，但是它烤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滋啦滋啦的，烤了差不多7分就可以了。这种油多的肉铺在米饭上最合适了。自制和牛卷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哦！我发现还好有真快乐 APP， 才能让我这种厨艺小白快速获得了做米其林菜单超能力的厨具。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在餐厅里经常看到的一个菜——和牛寿司。好的餐厅一般会有牛的腋下这个部位，因为这个部位特别柔嫩，它带着淡淡的肉香，不会喧宾夺主，也就不用担心它会盖过寿司米的酸甜。哇！其实你们也可以来真快乐挖掘超能力，现在点击评论区下载真快乐 APP， 发现更多超能力，把真快乐带回家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下肉，这一块是稀少部位，牛的上腹肉。资料上面说这块肉脂肪比较少，但是和牛的脂肪也不会少到哪儿去，它的肌肉纤维很短，这个我建议是厚切。啊，这个巨甜啊！这种弹牙的肥肉谁不爱呢？然后我们再来还原一道菜，就是和牛三明治，它必须得用上等的里脊肉，烤好之后叠在三明治上面，它现在都可以挤出肉汁来，切开之后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肥肉。真的好扎实啊！但我发现比起里脊肉，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肥肥的牛腹肉，因为牛腹肉在嘴巴里面咀嚼2-3次之后，那种油脂和肉汁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太上头了。再塞一大块米饭，最后一定还要尝试这种牛肩肉，我们稍微腌了一下，4个字形容就是滑嫩紧实。我看老美那边有人喜欢在肉上面加薯片，我们也来试试。我们选的是玉米黄油味的薯片，怎么跟你是一个色呀？很韧，这种又脆又韧的感觉，你一定要尝试。蒜片的平替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好快乐呀，卡样。日本和牛身上最贵的那块里脊肉，已经可以卖到普通牛肉价格的100倍。那为什么这么好的肉，日本不出口呢？真的很无语。你装什么？又到了吃牛肉料理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终于不是烤肉了，他家是高级的和牛料理，用的也是每天泡温泉、喝着中药长大的牛，感觉主打的是个生化的概念，但还是比海里的那些要安全。虽然这些牛活得比东京人还精致，但是最后还不是进我嘴里。又来到熟悉的麻布十番，经常会在这里偶遇日本明星，服务员会提前站在街上等你。然后把你领到楼下，这么高级，但是只有6个座位，菜单是放在信封里的，虽然很可爱，但是有点土。狗们开始吧。第一道前菜就是各种小盘子，像是小时候玩的过家家，但是又很像过桥米线，就是一种想拿米其林但是没拿到，但还是要把仪式感做足的倔强。不是我今天怎么攻击性这么强啊？腼腆一点吧。它是一道可以自由组合的打牛肉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好馅儿，放到饼干上，有一点像吃taco，过桥taco。就是当鱼子酱加上那个鹌鹑蛋的蛋黄之后，味道会变得更像香椿。每一道菜用的餐具和盘子完
完全都不一样。低温慢煮的和牛配着番茄的味道，像是吃火锅的时候的鸳鸯锅里的清汤锅，但是它有很多小心机，淡淡的牛油香味和柚子柠檬意外的很配。我现在感觉和牛跟什么食材都很配。这个小小的章鱼里面是包了馅儿的，像一个章鱼版的小饺子。里脊肉里面包的是芦笋，外形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江浙菜，九转大肠。它下面那个酱是甜蒜酱，觉得更能把牛肉的味道激发出来。这家店虽然很高级，但就是上菜太慢了。趁这会儿，我现在左下角的真山海经里附个蛋，开局就送100颗血蛋随意孵化，648种异兽无限吞噬进阶。刚刚我领了礼包码后，200级猪刚鬣，10分钟就进阶成500级的应龙了。这个就是我刚爆出来的帅吧，不用氪就能爆出高资质神兽。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链接去玩哦。好，来继续吃菜，下个菜是一杯鸭汤，就只有一杯鸭汤，高脚杯哎，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喝鸭汤，好高级啊！它是有点辣卤鸭汤的感觉，但还是有脂肪的甜味。这是一个可爱的带着小熊图案的和牛三明治，它因为把黑松露做成了蓉，所以现在整个餐厅都是汽油的味道。它像是和牛三明治版的费列罗，里脊肉嚼起来就是很软弹，牛里脊真的太脆了。接下来是个甜品，黄油芝士蛋挞。他们家的盘子怎么这么好看？因为都是定制的，比这个菜的设计还好看。它外面那层像麦当劳甜筒的脆壳，但里面比较接近榛果巧克力的味道，又像是在吃水果塔。哇，这个菜很像是砂锅版的花椒鸡。这个据说是当天一艘船里捕到的最好的海胆，就会运到这个地方来。一勺下去，你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里面有一个很嫩的大块海胆，它是肉海胆，嚼起来像肉。汤底有点像西式版的土豆泥，像是鸡汤和鱼汤混合起来的味道，但是那个粘稠的胶感又很想捞妈蹄花，真的很鲜。他用的这颗海胆感觉比北海道的海胆还好，所以它真的很贵。刚才的那一口海胆真的很惊艳，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海胆。主菜用的是里脊肉最中间的那个部位，因为炭烤，所以在嘴巴里嚼的时候会有柴火的香味。你会感觉那个柴火味会把和牛更野性的那个味道激发出来。我发现好的牛里脊会有种特殊的口感，像是阳光玫瑰青提的那个感觉，外面嘎吱嘎吱的，但是里面又很嫩，骚骚的，我喜欢那个骚味。荔枝冰是用来清理口腔的，因为下个菜是碳水，它这个牛肉饭里面还加了鱼子，土锅煮的米饭真的最好吃了。刨饭的时候还能感觉得到鱼子在嘴巴里面爆破。跳跳糖和牛饭吃到一半会往饭里面泡茶，比较传统的日本吃法，但它那个茶闻起来有点像兰州拉面的汤底。最后是一碗迷你冰粉和冰淇淋，吃完之后还会给你做一个小饭团，生怕你吃不饱，但是确实没吃饱。他们家真的很精致，吧台非常漂亮，很适合约会。阿基推荐指数7.5分。Come here，# 内敛。Come here。寿喜烧作为日本最传统的美食之一，是不是必须得找越贵的店越好吃啊？那肯定不是的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心目中的满分推荐。太绝了 ！Hello， 阿基，我是大家好啊！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阴沉的雨天，但这也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今天命中注定要吃寿喜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是我在日本能够找到的最老的寿喜烧店，开店日期是1886年，这个真的不是骗人的。150年前别人都在开店了，想一下你还在干嘛？呵呵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はないですけど、今相手席ありますか？あ、大丈夫ですか？はい、一人です。はい。B， 他家是那种很传统的木头房子，背后是一个设计的很好看的小庭院。这是我们的座位牌，坐的位置就是榻榻米。点菜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只有2种选择，贵和牛跟便宜和牛。1人份的锅真的很小，服务员先会用牛油刷好锅，然后你把蛋搅匀就可以等着开吃了。我们第一锅先放的是便宜和牛和魔芋丝还有葱跟豆腐，这个锅一烧开就能闻到酱汁的飘香。肉的话，只用煮到两面没有红色就可以吃了。这个魔芋丝的颜色真的好好看，但其实这种稍微带一点红色的也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先来一块和牛卷葱，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种吃法。真的一定要裹满这个蛋液，如果你不裹满这个蛋液的话，就是你尝不到那个肉的鲜美。真的很想好好夸一下这个酱汁，就是甜度刚刚好，再加上葱汁和牛油会分担那股甜味，送进嘴里之后，它就像一拳打到了你的这个里巴，接着你再用一大块米饭把这个香味压到你的胃里，此时此刻你就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干饭的快乐莫过于此了。但是在煮我们的昂贵牛肉之前，我还是想吐槽一下，自从戴了牙套开了牙缝之后，吃什么卡什么，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，就很容易发炎烂牙，再加上日本看牙又很贵，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更亲民的护理牙齿工具。我自己就选择了这个比较专业的洁碧小火箭冲牙器，选它是因为它已经做了60多年的冲牙器了，各种报告都能在网上查到。它的水弹是一颗颗的，滋到牙里一冲一个准，什么后槽牙、窝沟这些地方都能全方位照顾到。残渣冲出来的时候，嘴巴都能感受得到。升级了之后的水流更稳，打在手臂上也不会疼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牙齿。现在点击评论区还有优惠券可以领，可以说非常划算了。好，来继续干饭。接下来是和牛卷魔芋丝，它太卷那个蛋液了。这个魔芋丝就是特别能带汁儿。就像先喝了一口鸡蛋，在蛋液里面又嚼出了爽脆的粉条。下一锅我们又加了一点茼蒿，因为刚才加了茼蒿嘛，所以我又倒了一点酱汁。茼蒿这个东西真的会让整个锅变得清香起来。我们现在来一下贵和牛，这个贵的和牛就是每一张都特别大，然后脂肪更多，再加一点水，和刚才的茼蒿一起揉进蛋液里面，再炫满蛋液提个鲜。就是饭吃。
和牛的最终吃法真的不是烤，是寿喜烧，那种牛肉的甜味和酱汁的甜味，再挂上一点茼蒿的清香，这太下饭了。还有一种吃法是这样，你把和牛放在饭上，然后筷子深深往下面一夹，就自制了一个和牛寿司。而且他们家的豆腐我也是满分推荐，我觉得它最好的搭配是葱，因为豆腐本身没什么味儿，全靠葱香衬托出这种若有若无的豆香。这已经是我第2碗饭了，长胖就是因为这个嘛，无所谓了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真的是久违的10分了，而且他们家真的很便宜，一个人也可以炫得很开心，卡玩意儿。日本人把和牛都吹上了天，但我真的很好奇一个事儿，就这么好的牛，它的祖宗到底是谁？就是这个牛从它的父母到它的曾祖父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上面。是我就在网上查到的这种牛，它叫神山牛，它有极少量的血统保留到了现代啊！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啊！这可能是我这5年来在日本吃到过最好的牛肉了。正好东京就有这么一家店，和牛界的纪国原一，不好吃它就完了。对ません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今日撮影の料です。アジです。这个菜非常重磅。经典的蛋液拌牛肉塔，那个牛肉脂肪只要16度就可以化开，口感和三文鱼很像，这都是肥肥糯糯的，所以就算是旁边的整块生牛肉，吃起来也有一种大白兔奶糖的味道。然后是牛腿肉做的火腿，它搭配了水果番茄和奶油起司，就能够吃到发酵后独特的风味，也不会很咸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排，大象直接到包间给我们烤。先来后切牛舌，烤牛舌真的非常讲究，先大火后小火，烤到表面微微泛焦褐，刚刚产生美拉德反应的时候是最好的，这样它中间还是嫩粉色，轻轻一挤还会往外流汁，所以牛舌吃起来就是水嫩的感觉。还是一个老话，你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咬下去的一瞬间还有点像焦糖布丁，脆嫩的口感和浓郁的奶香，这就是舌尖肉没有的味道。这个牛舌真的太绝了，舌尖肉其实更像菌边的口感，特别的薄，特别的脆，汁水不够，甜葱来凑。接着是横膈膜肉哈拉米，它就是一块吸水的海绵，它每一个纤维里面都是汁水，嚼开它就像喝了碗牛汤。这个是牛胸肉，一般来说牛胸肉是没什么脂肪的，但是好的和牛脂肪就会很多。我第一次见到牛胸肉的脂肪可以这么多的，口感甚至有点像又肥又糯的鸡皮。接着是牛肋骨肉，它属于腰脊心肉，因为这个部位和菲力相间，所以肉质非常的柔软，有一点点像横膈膜肉的口感，但是对比起来脂肪会更少，肉质会更加细嫩。接着是一份黄金西冷，从肋骨里挤到大腿的部位，它就是特别的柔软甘甜，所以当你把它裹上蛋液送进嘴里，它就会无比的香甜。我会要口米饭。大家来的日本一定要体验一下和牛的内脏，它跟普通牛的内脏差别特别大。我们今天吃的牛都是没有生过小孩的母牛，因为这样它们的内脏口感会达到一个非常平衡的点。比方说这个牛肝，它没有任何的腥味，能够尝到牛肝里面最醇厚的香味。它这个相当于拿手电筒照了2下，基本上是生的，就是牛肝刺身。然后是牛肠，它已经把多余的脂肪去除，让你沉浸式体验什么叫牛油口香糖。它其实把大肠的外侧烤得还有点脆。它除了用盐和香油以外，它还加入增加秘制的腌制的料。但内脏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胃带，他家选的是第4个胃带，是最稀少的中心部位。这个地方的胃带也是最脆的，所以它嚼起来甚至有点像干果无肠的小根根，比较大的一点多哈。他家的心果是秘制腌制过的，有一点像甜甜的照烧，但是有一点火鸡面辣辣的感觉，它像鸡软骨。最后主食之一的石锅拌饭特别的讲究，它可以把下面的锅巴煎得如此之均匀。你要是觉得太腻了，还可以嗦一口冷面。最后的甜品是意式冰淇淋，他家的分量其实真的很多。今天真的算是长见识了，神山牛真的很好吃，特别是内脏，不愧是银座，什么都有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